简单的跟大家聊一下这次 WWDC 2024发布的一些新东西啊，以及我对这些新东西的一些自己的看法或者想法啊。我今天要聊的东西基本上都已经写在这边了，但是大家可以观察到，我唯一没有列出的就是 iOS 啊，因为我觉得有了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那 iOS 不提也罢。因为如果你跟我一样看过这个 WWDC 的 keynote 的话，你会发现在介绍 iOS 那一部分，起码目前来讲，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跟这个 intelligence 没有太大关系的，一个新功能，就是你又可以进一步的自定义你的锁屏界面和桌面了。然后呢，可以自动的换颜色啊，那换颜色也不能提，因为自动的根据你设置的壁纸来去改变这些 App 图标的配色，这也是人工智能的一部分啊。其实理论上它的后台的技术支持还是属于 intelligence，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发布会貌似是分上下两个半场啊，上半场呢，是 Apple 固有的风格啊，把这个无关痛痒的东西的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常规更新，各大操作系统拿出来说一遍，然后看一看，有哪些改进，有哪些进一步的一些东西啊，就先说一说。然后当你以为要结束了之后，那因为现在不提 One More Thing 了，但其实它在内容安排上还是有一种吊胃口的感觉，把最重要的放在后面。那这样的安排，我觉得无可厚非啊，从某种程度来讲还蛮好的。但是我这个视频我就不想这么安排了，因为我跟那个比太不重要了，我还是想把重要的先放在最前面。所以如果你通篇看完的话，你会觉得其实前半部分没啥特别实质的内容，都是在为后半部分做铺垫。也就是说，这次的开发者大会，它主要讲的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就是讲了这么一个东西。因为你一旦听完了这后半部分的重头戏以后，你再回过头来去品一品前半部分他讲的各个 OS 的常规更新，你就会发现任何一个更新里面，它其实都跑不了人工智能的加持。它这个更新，它这个新功能到底怎么来的？它为什么变得那么的好玩有趣？其实它的背后的技术支持全都是人工智能，所以前面就是全是铺垫，真正的重头戏其实全在后面。如果我们把它压在一起铺开了聊的话，其实就一个，就是我今天标题上列的第一个。那下面那些所有的新功能都是人工智能在各个操作系统当中的不同的展现而已。那我为什么一开篇跟大家聊这个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部分，也是我自己对这次 WWDC 的一次看法啊。那为什么说这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在这一次的 WWDC 之前，至少有1年多2年的时间，业内大部分的声音全都是认为 Apple 是在人工智能方面落后了。那这个是不是事实呢？我觉得说对了一半啊，还有一半其实不对。那我比较认同的是发布会上的一种说法，就是 Apple 的人工智能它还是比较能够落地的，它是能够主要让普通人都用得上的一个人工智能，而并不是只让一些少数的科技爱好者能去使用的。那大名鼎鼎的 OpenAI 发布的 ChatGPT， 其实现在几乎人人都知道了。但是你看我这个用词，我现在说的几乎人人都知道，回去问问你父母，我相信，没有几个还是真的能知道的。特别是听我的以简体中文这个语言来描述的节目，如果您的母语也是简体中文，你回去问一问，应该知道的人不多，对吧？父母辈的知道的人不多，小孩子知道的人不多。那也就是说，其实你客观的来讲，在所有的 iPhone 用户当中，我就姑且不说所有的电脑或者所有的手机用户，我仅仅说所有的 iPhone 用户，这本来就是一个小众的群体里面，算小众吧，因为跟全球人口比是小众的嘛，在所有的 iPhone 用户里面，知道
ChatGPT 知道 OpenAI 的其实还是少数啊，这个是你没有办法反驳的一个事实。所以虽然 OpenAI 和 ChatGPT 最近非常的火，越来越火，那我姑且不从技术上去分析，从它的市场受众去分析，它也是一个小众的。它为什么会是小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功能不能足够落地，也就是它没有简化到能够让普通的人傻瓜式的去用。那它为什么会掀起这样一个潮流？一方面是因为专业人士都在说啊，如果你稍微懂一点 IT 相关的知识，你确实觉得这个语言模型，这个人工智能非常的厉害，已经很不得了了，这是事实。但是如果你把它推给普通的老百姓，可能他们用到的最多的功能，也就是跟他聊聊天。你说，如果我们不经过一些特意的提醒和引导，你就把 ChatGPT 扔给一个从来没认识他的人，那么他会想到拿它来画画吗？会想到拿它来做攻略吗？会想到拿它来写文章吗？会想到拿它来去做一个网页的摘要吗？现在很多人连网页都已经不看了，对不对？特别是在中国，你基本上所有东西都集成在微信里了。那如果微信不支持 ChatGPT，不仅是 ChatGPT，就没有人工智能，那这个中国老百姓其实就用不到人工智能。所以其实在 Apple 的设计理念里面，能够落地，能够让大部分的用户真正体验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用起来又非常简单，这个才是能够让更多的人受益人工智能的一种方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 Apple 并不是落后，而是早于 OpenAI 和 ChatGPT 多少年就开始布局人工智能的东西了。比如说，大家可以就是思考一下，第一个神经网络引擎被内置在 iPhone 的芯片里面是什么时候？你再想想，你真正第一个用上手的靠人工智能和神经网络引擎驱动的功能是什么？如果我问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大概在3-5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我们 iOS 系统就可以在本地，在不上传云端的情况下，去帮你识别你所有的照片当中的一些关键信息。那以至于你可以在日后的使用当中直接搜索关键词，比如说搜海滩，比如说搜蓝天，搜个海龟，搜个棕榈树搜个蛋糕，那直接相应的照片就会快速的被搜索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在工作当中遇到的新买 iPhone 手机的，就是刚刚买到新手机，在做设置刚刚激活的时候，有些人会比较多的抱怨就是 iPhone 发热的原因。当然，这个发热完全是在正常范围内啊，估计温度是在30最多40度左右。但是毕竟人的体温是37度，你一旦到了35、6度，基本上大家就觉得它发热了。其实，在40多度、50度，基本上这种区间还算是正常，前提是你用了一些很大的负载以后。但其实更多人他奇怪的就是，我刚买的新手机，我还啥都没用，它为什么就会发热？那这个其实就是前台跟后台的差别了。对于用户来讲，你并没有看到这个手机在做什么。但你想一想，如果你的图库里面不说上万张，就是几千张甚至几百张照片，那么它的后台就要帮你一张一张照片的通过人工智能来去分析你这张照片拍的是什么，有哪些元素，然后把它识别到的这些元素帮你一个一个的标记上这些小的标签，以便于你之后会搜索。所以其实大部分用 iPhone 的用户，他可能多少年甚至到现在都不知道照片 App 里面可以直接搜索。比如说你想搜一个电话号码，但这个电话号码呢是一个公司的号码，但是你并没有记录在备忘录里，也没有记录在通讯录里面，而是当时你到了这家公司之后，在门口拍了一张照片。那其实在你想到找这个公司的号码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搜索这个照片拍的这个
可能是一张纸上面打了一些字，那里面可能包含公司名称和这个他的电话号码。那电话号码你不知道，你搜一下公司名称，那这张照片就出来了。然后照片上的这个号码你也知道了，然后你直接在照片上面的这个号码上点一下，那就直接弹出一个对话框，让你打电话打出去。所以这些都是更早的应用在我们实实在在的每一天的工作跟生活当中，非常接地气的一些人工智能。而且 Apple 的人工智能它的特点在于，因为之前不叫人工智能嘛，之前叫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叫机器学习。那它的特点就是，其实它是着眼于设备啊，是一个工具来为你做事，以这个为主的。它并没有去把它做一些很花哨的东西。那我不是说其他的公司做的都很花哨啊，就是它总是有一个带给人的感觉不一样。举个例子 ，Siri 和 ChatGPT， 你就能对比出来不同的差别了。Siri 就是比较能够为你做实事的东西。你如果真的说我跟 Siri 去聊天，那 Siri 其实在所有你知道的人工智能里面，语音助手里面应该是最差的一个了。但是 Siri 被设计出来，它就没有考虑到没事陪你瞎聊天，它就是为了帮助你去做一些事情的，比如说快速的打开或关闭蓝牙，打开关闭 WiFi， 设定一个闹钟，快速的回一个信息，等等等等。它直接好用的点都是直接帮你做事，而不是跟你聊天。但如果像 ChatGPT 这样的语言模型，可能你觉得你跟他聊聊天，他的反应挺有意思的，他说话的口气可能更像一个真人的感觉，那这个就会对普通大众来讲可能更具吸引力。像 Siri 的这些功能，你真的就是交给真正的普通大众，他也不一定能够记得住，真正到了这个该用 Siri 的场景，他也不一定能够想得起来。其实这个是大部分 iPhone 用户的常规的状态。那我不是说这样不好啊，我觉得任何一个成功的科技产品，它的大部分用户都是应该不太懂这个产品该怎么用的用户，而只是用到了他们自己认知范围内的一点点的东西。那正因为是这样，才能证明这个产品是成功的，因为你只有卖的多了，用的人多了啊，这个人只要多起来啊，变成一个大众消费品，而不是一个小众人的玩具，那么它一定会存在很多人玩这个东西玩的不是很深入啊，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我们说回人工智能，你就会发现 Apple 的人工智能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它要比 ChatGPT 要早很多，而 ChatGPT 只是一个语言模型，而顺带多了一些东西啊。当然我们这次的发布会也提到了 ChatGPT 和这个 Apple 的系统之间有一个深度的整合，有很多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它就直接跳出个对话框来问你，我能不能把你这个问题上传到 ChatGPT 啊，让 ChatGPT 来帮我去做。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强强联合嘛，一个是这个做实事的啊，一个是语言模型说话说得很好啊，就是当然我不是说 ChatGPT 做事做得不好啊，那但是你要知道怎么跟他交流，他才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啊，是这样的一个。但是 Siri 就变成了这中间的一个桥梁了。而从这个里面，你还能够看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点，就是 Apple 对于隐私的关注。在早年，就是刚刚有语音助手的时候，我们还善于在各个厂家的语音助手之间进行大比拼。当然那个时候，其实 Siri 就就是不能说不好，就是还是那样。你如果比拼，你要看你比什么，你是什么问题，你这个比赛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如果你比赛的标准是做事情，那 Siri 没问题。但如果你比赛的标准是谁的感觉更像人，是吧？或者是谁聊天聊得好，比如说你让他给你讲个故事、讲个笑话、唱个歌这个其实是 Siri 很后来才添加进去的。那最早其实 Siri 也没有这个功能啊，我估计也是因为竞争对手的一些这个压力啊，才会加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功能。那在那个时候，就是很多业内的人啊，就你稍微懂一点的人，其实是会为 Apple 捏一把汗，因为但凡懂一点 Apple 的企业文化和这个 IT 界的这个知识，你们都会知道 Apple 是一个对客户隐私、用户的隐私重视到极致的这样的一家公司，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又是需要很多这个大量的信息来去让它做训练，然后你信息越大，你提供的信息越多，它会反馈给你的东西越好。那这种情况下，一个非常注重隐私的公司，它就不可能把所有的客户的资料信息，还有甚至是他提出的一些要求，原模原样的毫无顾忌的全部都上传这个所谓的开放的云端，喂给这个大数据，让它去运算，让它去自我成长因为这一定会给很多人带来一些出于隐私方面的考量。那就比如说你要把我的照片挨个分类，听起来这个应用非常的吸引人，终于能够快速的找到照片了。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你要想实现这个功能，你所有手机里面的照片都必须上传到某家公司的服务器里面，你会作何感想？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很多的竞品其实都是有这个自己识图的这个功能的，但是基本上都是要把你的照片权限开放出来，上传给服务器，由服务器端做运算跟筛选，完了之后再把结果返还到你的手机当中，是这样的一个链路嘛。所以对于 Apple 来讲，这次我非常惊叹的是，这把汗呢捏到头了，可预到的未来应该不太用捏了。为什么？因为首先这次的 Apple Intelligence 它大部分的人工智能的功能全都是在本地运算的，就像我们照片 App 去分析每一张照片的内容是一样的，全是在本地运算的。那也就是看得出来，为什么那么早的时候在芯片当中就内置了神经网络引擎，到现在你就看得更清楚了。那这个时候神经网络引擎的厉害与否，就直接影响到本地的人工智能的效率以及准确度了。它这个大模型是在本地去运算的，这是一个方面。那另一方面呢，如果本地不足以这个运算好这个数据，那这次发布会上WWDC 上我们也讲了，用所有的 M 系列的芯片就是 Apple 自研的芯片，又打造出来了一个全新的服务器，而这个服务器呢是专门做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事情的。也就是说，当你在 iPhone 上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它现在本地的算力不够，那这个时候它可以上传到 Apple 自己打造的这个专属的隐私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服务器当中去帮你做运算。而这个服务器是和类似于像 iMessage 一样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用端对端加密但是它叫做叫有一个隐私云在里面就是即便是 Apple 自己也没有办法看到你的请求和你的一些东西，它只是放到这里面运算，然后把运算结果给你，而且也不知道是谁。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非常好的破解了我们人工智能要想往前发展，需要大数据，然后人类呢又需要注重隐私这两方面的一个平衡那我觉得达到这一个平衡，我看到起码是非常开心的一个点。那另外再往前一步呢，那如果这两方都不行，还可以跟 ChatGPT 合作。那么在询问 ChatGPT 之前，还会每一次都问你是不是允许把这个东西发送到 ChatGPT 上。而且呢，如果你已经是 ChatGPT 的订阅用户，那还可以根据你的订阅去做整合。那我觉得这一次拿出来的这个方案应该是相当的具有诚意了。那控制一下时长我不想讲太多的这个发布会上已经讲的一些功能，那我只是想更多的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看法。那快速的说一下 iPadOS 和 macOS 以及 watchOS 和 visionOS 的一些我自己觉得让我眼前一亮的一些点吧。iPadOS 里面我觉得最好玩的应该还是计算器，可能大家就是有些时候我自己都忘了原来 iPad 上是没有计算器的，你要自己下载第三方的。那这次的 iOS 18终于推出来了，而且也是加载了 Apple Intelligence， 然后让计算器有了那么多的功能，而且可能因为这个你还得买一个 Apple Pencil。那我们的 macOS 的新版本其实又让我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因为
当 Mac 换了 Apple 芯片以后，理论上来讲呢，它是可以原生的运行 iPhone 和 iPad 的 App。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会让 App 的软件生态变得更加的丰富。但是你会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了之后，如果你用官方的方式想直接从 Mac 的 App Store 上面去下载 iPhone 或 iPad 的 App 的时候，大部分其实是不行的。有些 App 你是可以找到，但是有些 App 你是找不到的。还是没有办法下载的。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 App 还是没有为这个 Mac 的平台做优化。如果你用一些所谓半破解的方法，去把它没有适配 Mac 的 App 直接装到了 Mac 上，能不能用呢？能用。姑且不说经常会有崩溃的风险啊，但其实你想一下，用这个鼠标来去取代手的操作，姑且不说手可以有多点触控，而鼠标只有一个，那这个时候 Mac 又不是触控屏，你怎么样更好的有这个体验呢？这就很难了啊。那即便是我自己的体验下来，即便是一些在 Mac App Store 里面能搜索到的这个iPhone 或 iPad 上的应用，它其实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有点别扭的，因为毕竟鼠标跟手还是不一样嘛。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我不是说现在这个 iPhone Miro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毕竟官方支持了以后，它那个鼠标在界面上的一些操作一定会比没有支持的时候来得更好一点。那这也是 Apple 用了一种非常讨巧的方法去解决了一个用户体验和理论上面的一个冲突的难题，就是理论上你全可以用，但如果我真的全让你用，你的用户体验会非常的糟糕。那我又想快点让你用上所有的 iPhone 的 App， 然后我又想让你体验不至于那么糟糕，那怎么办啊？就是所以这次的新的 macOS 推出这个功能，我觉得非常值得期待，就是 iPhone 镜像嘛。它直接可以把 iPhone 的屏幕镜像到 Mac 上面，而且呢，可以把 iPhone 上的通知全部都由 Mac 来接收。当你在用 Mac 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你在用 Mac 突然来了一个通知，那么你就可以直接看到它原来是来自于 iPhone 上的，有一些啊，那你点一下这个通知，它就会直接跳出 iPhone 的屏幕镜像在 Mac 上，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用鼠标来去操纵你的 Mac， 这样完全就可以做到什么？当你坐在一台 Mac 电脑前面的时候，你就几乎不用再去掏手机了，你的手机就可以安安稳稳的进行它最该干的，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啊，是什么？充电。所以 Mac 旁边以后放一个无线充电器，这个是一定要有的了。那 iPhone 只要坐在电脑前面，你就让 iPhone 在那充电就好了。所有关于 iPhone 的操作全都可以在 Mac 上进行。那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一点。那接下来 watchOS 新版的 watchOS 11我非常喜欢和看好的一个功能啊，虽然它在健身上面推出了更细节的一个功能，叫 Apple 就是训练的功能，可以监控你每天的训练，让你逐步的提高。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毕竟大部分的 Apple Watch 的用户并不是健身爱好者，但极有可能是对健康或多或少有关注的。所以在 watchOS 11里面，我更加看重的其实是那个趋势的那个功能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啊，就是一个图标上面4个点那个功能啊，那有一个新的 app， 那它能实现什么功能呢？比如说我之前讲健康的时候，我说到了心率，当时我就提到，只要你带着 Apple Watch， 它会每隔5分钟来监测一下你的心率，你带的时间越长，它就越能了解你的心率的标准值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知道你的标准是什么样子的，它就知道什么样的心率对你来说是不正常的。那这个就其实是精准医疗的一部分了。那之前其实 Apple Watch 有这个功能，但是它并没有把它做得太精。那可能是也是这又是 Apple Intelligence 加入了之后，它真的是推出了一款 App， 可以让用户就是眼睁睁的看到我这个人在过去的2年的数据体现当中，我的心率在多少到多少范围才算是正常的。而在这2年过程当中，我有没有，或者是没有，或者是有1次、2次，或者是有几次，它是真的是在我的正常水平里面过高或过低了。而这样的情况，再结合一些在我的心率非正常的这几个节点上面，这几个时间节点上面有哪些变化的因素比如说你的睡眠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同时发现了问题，或者是天气，或者是气压
体温等等等等，这就整个把所有的健康因素完全整合在一起，来帮具体到每一个个体去做精准的医疗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更好的开端吧，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那最后这个 Vision OS 那确实也挺厉害的，因为刚推出了几个月的时间，操作系统就升级了一个非常大的版本。除了那个可以把 Mac 的屏幕放到这么大、这么大和这么大这样的一个体验以外，其实还有一个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又提到 Apple Intelligence， 你看，就每一个新功能都是跟它有关。其实这次 WWDC 就是在说这个，就它通过人工智能把你原来拍过的一些2D 的照片，通过人工智能的运算把它拆解成一层一层的，让它变成一个3D 的照片。那这样的话，你在带着 Vision Pro 再去欣赏之前拍摄的照片的时候，看起来就会更好。那当然还有一些行业里面比较在意的，比如说佳能发布了一个专门拍空间视频的相机，那这个可能我估计要到明年了吧，我才能有这个真正看到它具体的样子啊。在行业里面，在影视的支持方面，内容的支持方面也在发力，比如说 Apple TV Plus 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小片啊，微电影吧，你可以这么理解，是专门提供给空间音频给 Vision Pro 去看的。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未来可预见到的一些趋势啊，可能以后我们的照片跟视频都越来越多的会往立体跟空间方面去发展，就像现在的 AirPods 的空间音频是一样的。而视觉上的空间化和音频上的空间化相比，往往是更会让你有一个体验上的卖声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还有一个蛮意外的就是中国大陆的 Vision Pro 竟然会在本月底就能够上市啊！那我觉得这个还是蛮能够值得期待一下的。中国大陆成为美国之后的全球第2个能够从官方渠道买到 Vision Pro 的国家，那我觉得这个还是足以看到 Apple 对中国市场的足够重视吧。其实这种重视我还是有一点小小的私心的啊，我觉得这说不定有可能是之前的一些惯性造成的。那可能越往后呢，就这样的优待啊就会越来越少。而且我还蛮好奇的，就是如果中国大陆版的 Vision Pro 上市了以后，你的 Apple TV 怎么办啊？因为 Apple TV Plus 是不支持中国大陆版本的。那你买了这样的一个东西，难道只能看你自己的照片吗？和一些 App 吗？之前有人猜，就是可能跟中国本地的一些这个影视公司，或者是像什么中国移动之类的这种咪咕视频这种合作，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如果真的有这种合作，你顶多是说我发布一个咪咕视频的 Vision Pro 的版本，在你的 Vision Pro， 在中国大陆的 Vision Pro 里面再装一个咪咕视频的 App。但这种就属于第三方 App， 它的体验跟 Apple TV Plus 肯定是完全没有办法相比的。可能只是你打开视频之后，你觉得这个视频好像还可以，但是这个 App 的浏览、查找、订阅等等，这种体验应该是会差一大截。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至于说会不会找一个中国本土的内容提供商和 Apple TV 合作，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几乎已经是没有了。因为之前我有一段视频，我记得说过嘛，就是中国大陆曾经是开放过电影商店跟图书商店的，但是没活过2个月就关闭了。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就有一个法规，就有一个政策出台，就是说禁止就是外商独资去运营就是娱乐方面的或者是内容方面的这个东西，一定要就是合资才可以。那其实这就是又跟中国特色的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有关系。而从这2年中国的现状看来，我不觉得这个法规会撤走，我只觉得这个法规会越铺越广，越铺越深。所以如果这种情况下 Vision Pro 上市到中国市场，理论上应该大家都明白，这个就是赚一波中国土豪的钱，然后你们就一次性的把这个硬件买掉，买完之后呢，大概率上有一大半的人会放到那里吃灰，然后就结束了。因为像 Vision Pro 这种东西，因为它并没有做到真正像这样的眼镜，你可以随时戴着。如果做到这样没问题，比如说 Apple Watch，
你如果是 Apple Watch 上的很多服务在中国大陆没有，比如说有一些像对讲机，对吧？这个在中国大陆没有，那其实不太会影响到 Apple Watch 在中国大陆的真正的使用，因为这个手表你就是这么戴着的，它跟戴别的手表没什么太大的差别。但 Vision Pro 不一样，你是没有办法带着 Vision Pro 上街的啊，你一定是专门有一个时间把 Vision Pro 带上。Vision Pro 一旦带上之后，你在外人的眼里，你还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啊，比较奇怪的存在。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内容再跟不上的话，那基本上这个东西就是会吃灰，一定就是会吃灰。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个Switch， 如果你买的是国行的版本，你也不去买卡带啊，你也不去把它想办法换区，你就按照原本的中国大陆行货的规定的既有方式去玩，你觉得那能不吃灰吗？那不吃灰才怪了，是吧？你再喜欢玩游戏的人，他也得吃亏呀。为什么？没内容呀，啊，没有游戏可玩啊。发布了多少年，就那么几款游戏啊，一个手指都数得过来，那叫游戏机吗？啊，那叫游戏机，那就这个意思吧，啊。所以这个我还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啊，可能这个福利呢，中国的这个福利吃不了太久了，而且我觉得只是这样吃也没意义，因为你可以看得到，越往后啊，越会在内容上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再往后发展 ，iPhone 17、18、19、iPhone 20、21，像这3、5年、5、6年之后，甚至10年之后，其实这个手机硬件怎么样，真的已经会被越来越不看重，而更看重的是手机背后的那些东西。比如说你的 ChatGPT， 那肯定是进不了中国的。那你也可以看看中国的这些用户在升级到 iOS 18或者19明年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可能大家要等蛮长的时间才能真正体验到发布会说的那些东西，它是一步一步的来的嘛，它是开发者大会，这些东西是先告诉开发者，让开发者先准备起来，那真正你作为一个用户要体验到，应该还是在1年以后了。那我们就说 iOS 19的时候，你在中国能体验到 ChatGPT 吗？那 Apple 搭建的这个专门为 Apple Intelligence 去使用的这个叫私有云，那在中国的连接会顺畅吗？它不至于在中国再来一个吧？这个也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啊，不像那个云上贵州一样，是吧？所以你会看到越往后的发展，其实越会割裂啊。你如果说早年呢，硬件好不好会直接决定你的体验，但是你会发现越往后，从这次 WWDC 之后，越往后硬件的体验就越不重要。你看看最近2代的 iPhone， 其实它的变化有多大吗？再还能变到哪里去吗？就是方的变成圆的，圆的变成方的，方的变成圆的，圆的再变成方的，就仅此而已。但是你看看现在的 iPhone 能做的功能，特别是加入了人工智能之后 iPhone 能做到的这些事情，和原来相比，这不是一个东西了。那如果你说人工智能这个东西放到中国，它只能在本地运算，它没办法上传到云端，或者没有办法跟 ChatGPT 联合，去跟你连一个什么文心一言，那这个它还叫人工智能吗？那可能在近阶段，我们能说我只用本地的那也行。那往后呢？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趋势，这个趋势是手机越来越不重要，它就是一个窗口那服务才是最重要的。你买了 Vision Pro， 你没有 Apple TV Plus， 然后你没有 Disney Plus， 你没有奈飞，奈飞现在也不行，就是这些你都没有，你带着一个 Vision Pro 去看腾讯视频、哔哩哔哩，这你还是会吃灰的嘛，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多聊了一点是这个意思啊。其实还有一些想聊，但是介于篇幅的原因啊，已经半个小时了，我就先把这些我能想到的重点，先放到这儿。那当然我自己也有一些疑问，就是比如说，之后的国行的所有的 iPhone、iPad 或者 Vision Pro 这样的一些设备，它是不是还能够更方便的，比如说我通过一些创建一个境外的 Apple ID， 就可以在国内同样可以体验，或者说我搭个梯子在国内也不耽误，也能够体验到这些东西。
这个我不确定，可能短时间内还可以，但是我觉得我的担忧还是我对我自己的担忧还是有点自信的啊。可能越往后这个口会越小，因为中国政府会越缩越紧啊，而外面这边呢又进不来，不是说不想进来，因为你缩紧进不来，所以这种政治的原因会越来越多的浸染到科技里面，就会让这个中外离得越来越远啊。那我觉得这个是我真心希望不要发生的事情啊。但是，我只能说我真心希望不要发生。好，这个就是我简单的先快速的对 WWDC 2024的一些初步的看法吧。如果以后没有大的变动，那我可能就不会再录这样的视频了。那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关于 iPhone 关于汽车甚至以后可能我会做关于美食的一些东西，希望大家呢先点个关注以后就不会再错过我们的一些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我们下期再见。